1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在莫斯科举行会谈，双方讨论了发展双边合作问题，就中东局势的问题交换意见。阿巴斯与普京的关系颇为亲密，这是他第21次访问俄罗斯。 央视报道，当地时间8月1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到访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在莫斯科举行会谈，讨论双边合作发展和中东局势。普京表示，解决巴以问题需要彻底落实联合国的全部相关决议，包括巴勒斯坦建国问题。应俄方邀请，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2号抵达莫斯科，俄外交部副部长兼俄总统中东和非洲国家事务特别代表米哈伊尔·博格丹诺夫在飞机舷梯旁迎接。阿巴斯此前透露，此访中他将就推进和平进程、加强巴俄各领域 双边关系等同普京交换意见，就有关重要问题协调立场。他表示，俄方在全球政治以及中东地区等具有重要影响力，巴方高度评价俄方在国际斡旋努力和联合国安理会中发挥的作用，支持基于国际法谋求和平的立场，以及俄方为促进巴勒斯坦内部对话、协调巴勒斯坦各派立场所做出的贡献。访俄期间，除了与普京会面外，阿巴斯还计划向莫斯科无名烈士墓献花，并与驻俄罗斯的阿拉伯国家大使举行会晤。 那么现阶段的话，俄罗斯对于巴勒斯坦的支持主要还是聚焦在一个政治方面。那么首先我们知道，俄罗斯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那么在联合国平台，对于希望通过一些有利于巴勒斯坦方面的相关决议，以及帮助巴勒斯坦获得更多的国际能见度和话语权，俄罗斯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那么第二点的话呢，我们也知道俄罗斯非常的关注，也积极的介入了巴勒斯坦内部的一个和解进程。那么在促进巴勒斯坦内部和解方面，俄罗斯同样也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阿巴斯与普京的关系颇为密切，这也是他第21次访俄之行。阿巴斯在担任巴解组织领导人之后，频繁对俄罗斯展开访问。刚刚接触，普京就把会面地点选择在旅游胜地索契的总统官邸。据了解，普京在这里只接待为数不多的外国领导人，体现了普京对阿巴斯的尊重，这也是双边关系高水平发展的体现。此后，普京一直与阿巴斯通过会面以及电话的方式就巴以问题展开会谈。然而，阿巴斯在2021年后就没有再访问俄罗斯，原本预计在去年11月实现访俄，但因为去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访问被迫推后。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是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也就是法塔赫的领导人。相比更加激进的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法塔赫一直以来希望以政治外交手段解决巴以问题，但随着巴以冲突不断升级，巴勒斯坦内部不同派别也在克服分歧。今年1月，哈马斯一个代表团访问了俄罗斯，这是自去年10月巴以冲突升级以来的第2次。到了2月，巴勒斯坦各派别就在俄罗斯的邀请下，在俄罗斯举行会谈。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哈马斯政治局官员都参加了会议。7月23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见证下，巴勒斯坦14个派别在北京共同签署关于结束分裂、加强巴勒斯坦民族团结的北京宣言。这次阿巴斯访俄也是巴勒斯坦各派大和解之后首次。当地时间8月12号，特斯拉 CEO 马斯克与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进行了长达2小时的对谈。特朗普也在直播开始不久，再次谈到了他此前遇刺，并表示将于10月重返遇刺地点竞选造势。不过，尴尬的是，这场预先演练过多次的线上访谈，却因为所谓的网络攻击，比原定时间晚了50多分钟。I knew immediately that it was a bullet. I knew immediately that it was at the ear. Yeah. And because it hit very hard, but hit the ear. And I also heard people shout, "Bullets, bullets! Get down, get down!" Because I moved down pretty nicely, pretty quickly, and we had bullets flying right over my head after I went down. So I'm glad I went down. The bigger miracle was that I was looking in the exact direction of the shooter, and so it hit me at an angle that was far less destructive than any other angle. So that was the miracle. 似乎是为了安抚听众长久的等待，在这场直播开始没多久，特斯拉 CEO 马斯克便在简单的寒暄后说，建议从刺杀行动开始聊。特朗普并未回避该话题，除了大谈遇刺当下的细节和内心感受，还表示自己的应对细节是难以置信的奇迹。不过尴尬的是，亿万富豪马斯克与特朗普的这场电话专访，原本预计于美东时间12号晚8点通过 X 平台直播，却遇到不小的麻烦。当天的直播在延时20多分钟后，马斯克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直播似乎遭遇大规模网络攻击，预计推迟到8点半才能进行。
然而，直到50分钟后，这场直播才正式开始。事实上，这次事故并非首次发生。去年5月，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在 X 平台上直播总统竞选发布会，但期间遇到了多次技术故障，被美国网友群嘲。当时与马斯克关系并不好的特朗普还抨击这是一场彻底的失败。正是为了修复两人的关系，马斯克为了这次直播已准备了很长一段时间，前期还进行了多次预演，但依然未能解决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马斯克长期以来都是民主党的支持者，但拜登当选总统后，马斯克的态度却发生了转变。特朗普遭枪击事件后，马斯克更是公开支持特朗普。虽然马斯克公开辟谣，表示传闻的每月向特朗普阵营捐款4500万美元是假新闻，但仍表示将建立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来支持特朗普竞选。在2个多小时的对话中，特朗普就美国通货膨胀、巴以冲突、俄乌冲突等议题发表意见。账号上显示，实时在线的人数一度高达19.4万人。然而，特朗普在谈话中好几处听起来像是口齿不清。Both sides hate him, both sides. As we're doing this, I'm seeing reports coming that they expect an attack tonight or tomorrow. 曾帮助指导过英国前首相苏纳克的演讲教练格雷厄姆·戴维斯称，特朗普在与马斯克聊天时过于放松，所以导致不时口齿不清，而这也会成为特朗普在接下来的公开露面中大家关注的重点。不过，口齿不清也不影响特朗普炮轰竞争对手，他就美国非法移民问题向副总统哈里斯发难。Kamala was the border czar. Now she's denying it. Everything that I do, she's saying she was strong on the border. We're going to be strong. Well, she doesn't have to say it. She could close it up right now. They could do things right now. It's horrible. 特朗普还称赞俄罗斯的军事实力，并公开了最后一次与普京谈话的内容，称他与普京的关系很好，自己在任时，俄乌根本不可能打起来。Biden did something with Russia. There was no chance of him ever going in. And when I left, and then after I left, they started forming big armies on the border with Ukraine, right? And I looked at that. Then Biden started saying such stupid things. For instance, he said that it can be a NATO country. 此外，特朗普还称，他此前看过不少子弹头列车的运行，美国连接近他的类似列车都没有，这是不合理的。马斯克则在回应里谈起了中国高铁。And I've seen the systems and how they work, and the bullet trains, they call them, I guess. And they go unbelievably fast, unbelievably comfortable, with no problems. And we don't have anything like that in this country, not even close. China's got incredible high-speed rail between its cities, but I think it's actually possible with tunnels if it was deregulation. 不过，让外界最为大跌眼镜的是，作为电动车品牌特斯拉的创始人，马斯克在对话中竟罕见地支持特朗普支持发展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观点。事实上，特朗普曾毫不掩饰对电动汽车的蔑视，声称电动汽车不起作用将使其他国家受益，同时伤害美国汽车工人。上个月，特朗普在参加竞选时承诺，如果再次当选，将立即废除拜登的气候法案，增加对化石燃料的投资，并撤销旨在加速向电动汽车过渡的法规。此外，马斯克还将这场直播变成了求职现场，他自荐在未来的特朗普政府中发挥作用，帮助控制政府开支。I mean, I think it would be great to just have a government efficiency commission that takes a look at these things and just ensures that the taxpayer money, the taxpayers' hard-earned money, is spent in a good way. And I'd be happy to help out on such a commission. I'd love if it were formed. Well, you're the greatest cutter. 2021年，美国国会山爆乱后，特朗普被推特平台封杀，马斯克收购推特并更名为 X， 之后还做出了对特朗普解封的决定。但特朗普一直拒绝重返这一平台，而是选择在他自己创办的一家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如今，特朗普重返该平台，并与马斯克大谈特谈。有观察指出，因现任副总统哈里斯目前势头迅猛，民调显示特朗普已不占长久保持的领先优势。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阵营需要一个强大的媒体及金主为其站台。